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对岸解放军最近在做什么啊？可以看到呢，他的一个演练，或者是说作战半径涵挂从北的阿拉斯加一直到南边的澳洲哦。那当然，我们必须知己知彼。先来看看他在南海，最近南海其实某种程度也是蛮紧张的，包括您看到哦，澳洲这边就指控说，在2月11号。南海的国际空域歼16跟澳洲的皇家空军 P8 海神式的侦察机有发生非常接近的事件哦。那澳洲政府的说法是不安全而且不专业，2架飞机仅距离30公尺，而且对方也就是歼16释放了信号弹。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也有相应的回应哦，他说其实这是澳洲的 P8 侦察机蓄意的侵入中国的空域，危及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中国大陆采取了适当、合法、专业的克制措施。两边各说各话。我们知道的是他们有接近，然后中国大陆这边有放一些所谓的信号弹，某种程度是警告你，叫你走。另外我们看到其他过去2-3年来，这2个国家在空中、在海上像这样子的接近事件好多次了。包括去年5月在黄海，中国大陆的歼10向澳洲的海鹰直升机释放信号弹，再隔2年，也就是2年前的5月，南海的空域同样的中国大陆的歼16跟澳洲的 P8A 也很接近，然后中国大陆是释放铝条那个时候我们新闻大白话也有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析。而另外，在2023年的11月地点在日本的经济海区那澳洲的巡防舰潜水员说是在水中遭到中国大陆的驱逐舰宁波号发射声呐脉冲攻击这个是澳洲的说法。那另外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两边各有说法，可是区域型的紧张或区域的紧张，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我们看到呢，包括澳洲不断的发布一些新闻说我们监视到了中国大陆有一些军舰跑到我们的海域来了，包括有3艘最近他们发的新闻，这是来自于澳洲国防部说的，有三艘中国大陆的军舰江凯级的护卫舰衡阳号、任海级的巡洋舰遵义号、补给舰蔚山号在我们澳洲珊瑚海这边活动那他们都把这个定期的报告。可是那中国大陆他说我就是公海我是在做我们立场的巡演包括你看到呢最近中国、北韩还有俄罗斯、伊朗是不是有合作更加紧密呢？这是来自于北美防空司令部的司令吉洛特，他就讲我们在阿拉斯加这里发现这几个国家中俄、北韩、伊朗还合作呢对我们进行了一些挑战，而且去年我们在这个地方追踪了多支中俄的联合舰队。那另外呢，我们从地图的往下看一点点，太平洋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这个地方来自于日本的一个警告，或者日本的发布新闻是说10号跟11号中共解放军7舰队穿越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然后往东航行进入太平洋那张静他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他就说这个意思是中国大陆要打的打击群在美日法演习区跟台湾间演训互别苗头，传达此处是我地盘的信号就有点像是小狗或者是各种的这个动物或者这个是我的地盘所以他刻意从这边过来。那同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美日法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演习，不排除这个中共解放军演练远洋海空联合反潜等科目，要掌握美日的水下动态。而美军当然他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也有演习尤其是跟各国的联合演习，可是有一些弱点在演习中间暴露出来了，包括你看到最近美国空军演习出动了20架空中加油机，中国大陆就掌握到了这一项讯息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大雾兰江他就说
他观察到了美英澳加的这个演习啊，美军第一天至少派出10架的 KC-46加油机，还有等量的 KC-135加油机，所以他认为空中加油的能力可能是美军近年太平洋地区作战主要弱点之一，因为你要飞很远，你的油可能不够。所以需要空中的加油机来加油所以可能暴露了弱点。那某种程度还有海上一样中国大陆说这个他们的科学家就借着像是这个一些尾流磁场侦探这个探测的技术，成功的研发了精确探测潜舰的全新反潜手段。因为潜水艇它潜在水下，你可能无声无息的你找不到它，可是他们就研发出像这样子的东西对于美国的核潜舰，他们有隐身能力可是它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侦测来找到你的位置所以大家就来看看这个两边这个军事大国都想要破解对方的军事的秘密以及它的弱点在哪里，找到它的弱点。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在我们一般人的视野是看到美军最近有好多的军机出事了。甚至连舰队都有最新的消息是，美国海军第6舰队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哈里杜鲁门号12号晚上在地中海的埃及的塞德港作业的时候，跟一艘商船相撞。可是到底为什么相撞，都还在调查当中非常罕见那我刚刚讲，美国的军机2个月内爆发4起事故，甚至还有撞上民航机这样子的一些事故。另外，川普还在不断在做一些外交上面的事情。他喊话习近平跟普京说：“兄弟们，你们的国防预算砍半吧，我们钱应该花在别的地方。”希望这个2个大国家包括普京跟习近平说，无论如何要限制各自的核武库那这是他第2任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这些强国可以把军事国防预算各砍一半。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一个新闻也蛮特别的，这是美国国务院的预算里头突然有人发现编了4亿美元的东西是装甲特斯拉吗？Cybertruck它是要采购装甲版的这个数位化的这个的一个 truck。那归咎于可是这个看起来是军武嘛，可是他把它归类于食品制造业。所以议员或者是媒体就觉得奇怪，这怎么会是食品呢？后来我们就看到特斯拉包括这个 Elon Musk 就发文说没有，我们否认这件事情就是国务院就赶快把这个文件把特斯拉移出这个项目所以有一些蛛丝马迹就出来了。来请教赖老师。中澳关系好像在和缓嘛然后我们也看到澳洲花了2年多的时间。总算缓和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也开始恢复对澳大利亚的一些采购过去的禁令比较多，包括龙虾啦，包括红酒啦，很多东西都是禁止的那现在陆陆续续在开放了，怎么突然间又变了呢？因为前段时间才很好怎么突然间马上又发生了变化？这个跟这个 QUAD 有关，也就是说，在川普就任的那一天澳大利亚、日本跟印度的的外长都有到美国去，然后结果在第2天，也就是卢比奥被参议院通过任命国务卿的第2天，他们就召开了川普任期内第1次的 QUAD 的会谈，那也就是美日印澳的外长会谈。那卢比奥当然要求其他3个国家说，你们既然要求我的政府就是川普政府继承拜登，那么继续推动这个 QUAD， 那你们一定要递下投名状。那怎么样递下投名状？就是你们要做一些事情嘛，做一些事让我向我证明你们是愿意在南海挑衅中国大陆的。因为 QUAD 的设计本来就是为了对付中国，要遏制中国的这个菱形包围圈的一个出海嘛。那他当然要求这些国家做动作，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是率先做这个动作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因为我们要问的是，澳大利亚你的军机跟中国大陆的军机发生相遇是在哪一个地方？是在你家门口还是在中国的家门口？那很明显的，
不但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还是在中国的上方，也就是在西沙群岛的领土，也就是领空的上面，也就是你已经进入了领空了，12海里嘛，那你已经进来了。进来了，以中国大陆的反应来讲，当然就是把你赶走。那赶走你不走，那就抵近，接着那当然谢光弹就打出去了。这个目的在哪里？把你逼走。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到中国的家门口，到西沙群岛的领空被驱逐走，这个对大陆来讲，他觉得我这是专业的，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马上对澳大利亚实施严正交涉。这个在外交上的严正交涉，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会打起来，但是我已经把我的态度跟你很明白的说了。如果你再不改善，你如果继续再这样做下去，那我就会升级了。那也就是说，中澳之间的关系又开始拉上紧张了。我现在可以用外交谈判的方法来处理，你听不进去，那我们就再度的升级，那慢慢的又恶化了。那中澳之间的恶化的关系就会逐步的上升，这是第一次的外交的严正交涉了。那就要考验的就是现在澳大利亚的当局，你要揣测这个川普的政府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接着大陆的动作就更大了，大陆的动作这3艘的战舰，事实上是前一段时间我们正在讨论的，也就是经过菲律宾的那个巴西兰海峡的这3艘战舰。这3艘战舰经过巴士兰海峡以后，就往南走了。那当然就到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外围，而且不要忘了，那还是在国际海域里面。所以基本上来讲，澳大利亚什么事都不能做，它只能够派出这个战舰在那个地方监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你到我家来，我已经就到你家来了。而且呢，未来中国的战舰环着这个澳大利亚的整个海域进行这个演习，进行巡逻，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我个人是认为，川普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主张是没有道理了。为什么？因为国防预算我们基本上还是要看人均国防预算支出。美国才3亿多人口，编的国防预算8000多亿；中国14亿人口，编的国防预算2500亿。那减半是以人均计算来减半，那理论上讲，美国要减掉3/4，中国大陆维持不变，那可能就是相等了。是，而且我们台湾，我们赖总统才刚刚宣布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 GDP 的3%到3%，越来越多。来，请教舰长。刚刚主持人说过增加这个国防预算3%，其实不是川普要的，川普已经第3次讲到台湾，可是他讲的不是台湾的政府，他讲的是台积电，台湾基体电路公司。那不要一天到晚自称自己是棋手，不是棋子啊。我们第3节会讲到，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泽伦斯基，他是棋手还是棋子啊？那至于说刚刚那个赖老师特别提到也就是说这个地点到底在哪里？在西沙群岛，这是第一次吗？这不是第一次啊。那我们来看看之前那个加拿大也有干过同样的事啊。而且加拿大更进一步的，他带着记者去也就是 Global News 的记者去，然后 Global News 的记者就也拍到了歼16打这个热焰弹。那中国大陆不正视这件事吗？不，这个叫做抵近侦察。你为什么到其他国家的门口来嘞？那其实去年的淬火的这部影片，他有特别提到也就是说，他这边的飞行官他讲到那个进入了那个领海基线那他们立刻升空之后，这是我们刚刚讲到淬火的影片立刻升空之后，他打热焰弹。那他打了热焰弹，那这个是针对于外机打了热焰弹。那热焰弹打出来的就是这一个一个红框里面所出现的。打这个热焰弹呢，现在大家一直都说不专业，到底专不专业呢？其实我们拿出证据来，不要人嘴两张皮的讲。怎么说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这是 FAA 美国航空总署所提交的给各国的飞行员的手册，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我要驱离你的时候，战机是打热焰弹的。
是打热烟弹，而且它有规定相对的位置。那我如果检视我们刚刚看到的，无论是这一次在西沙群岛，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在加拿大那个海上巡逻机这些，通通都保持了相对的距离啊。那这个其实就是美国带的这些国家，不管是澳大利亚或者是加拿大，其实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集体威慑，他们想要把中国大陆围困在第一岛链内，但是对不起，办不到。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兵力啊，已经不是大家可以想象的。我们刚刚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兵力啊，那个穿越宫古海峡进入了菲律宾海啊，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它这个兵力结构长得是什么样子啊？那我们看到了2艘的那个052D 7500吨的，然后1艘这个补给舰，然后还有054A， 那其实呢，这些都只是护航兵力，真正的兵力在哪里？在右边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071综合登陆舰4名3号。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清楚，大家仔细看4名3号的这一个位置，非常感谢啊，它这里是雷射武器啊，不是以前的那个730的近射炮啊。那我们这边看到的，这是2栖攻击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兵力？这个其实是标准的远征打击群，也就是你们现在都来那个台湾海峡附近，你都到菲律宾海附近胡闹，远征打击群要去哪？不知道。那就跟刚刚最后讲到的这个遵义舰编队一样，跑到澳洲去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打击群其实是美军的概念，它还有潜舰的，只是我们没看到而已。那所以这就是我讲到的，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兵力膨胀至此，不是你搞这个集体威慑有用的。董哥5天前啊，澳洲政府向美国交了5亿美金啊，就是用来做那个潜舰的钱，前置的钱呐。那大家知道，澳洲现在参与了美国这个抗中的这个集团以后，他积极的就是要做核子潜舰。那当然了，大家可以看到了，那时候澳洲为此，他把原来跟法国签的约把它丢掉，让马克龙非常生气，怎么可以这样言而无信？那澳洲说，因为人家要给我是核子潜舰啊，跟你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可以看到，他这个联盟现在因为川普来了，川普的国防部长在国防部里面讲啊，他说我们这个是非常坚定的，会支持过去拜登的主张。所以你可以看出了一个端倪是怎么样。川普现在急着我要把俄乌战争把它结束，那加沙走廊那边也要结束。我在军事上，我要好好的来对付中国大陆。各位不要被川普的语言所骗了。那他其实重心要把它移到这里。虽然他一直讲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我们怎么样，但是这个绝对不要忽略川普把你视为首要的敌人，不管在军事或在经济上面，或在科技上面。我们其实如果看台海这2天其实紧张的就是驱逐舰美国的强森号，还有海彻号，包迪奇10号、12号2艘过来，中国大陆第一个时间就主动对外讲，以前都是美国对外讲中国大陆采取主动。今天下午，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张小刚又再次的强调，他主动讲了，说如果美国还一直这样的话，那其实会让我们中国大陆的军队会更加的捍卫祖国的决心。所以他们也嗅到了说你们的动作不寻常，你们在这边搞演习，不管是红旗或者是竹鹰你们这些东西我们是了然在心，全部在我们监控里面。所以可以看到了将来这边的情况会更加紧张。各位不要认为说川普好像要跟习近平谈了，要跟普丁谈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他打出来的一个错觉。那中国大陆显然也有这样的警觉，这是整个目前的状态。是没有错，现在最大的变数可能就是川普了。川普磨刀霍霍，丢出所谓的关税平等、对等关税，而且他说没有一个国家逃得掉，我会对每个国家量身定做。习近平看起来老神在在。
好，我们先来看看川普这边，他在社群平台发文说，对等关税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好，那习近平的部分呢是说，我不急着打电话给你，因为《纽约时报》就有一个报道说，习近平不急着跟川普热线，一直泰然自若，反映他正向川普说明，我不会被你的关税战给吓倒。可是其他国家解释的解释哦，派人去沟通的派人去沟通哦，或者是低头的低头哦，看起来都很害怕哦，包括我们台湾，包括我们中华民国，而这个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谢峰哦，也说了一些话，他说这个挥动关税大棒哦，胁迫施压啊，不但吓不到我们中方，反而会破坏中美经济合作的基础，抬升美国国家企业啊，包括还有家庭的成本。损人害己哦，他讲了这一番话，并且用了哪吒最近很红的一部动画片的台词哦，讲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哦。他说，反正这个你做归你做，可是我们有一个自强不息的品格，讲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折不挠的一个精神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我刚刚讲的很多国家其实是买单的，或者是低头的，或者去沟通的。那看到印度这个国家。莫迪呢就急着去会普京川普跑去见了川普说这个因为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曾经说印度是关税之王常常抱怨抱怨这个印度都对我们美国的哈雷机车征很高的关税还有对美国的 whisky 也征收150%的关税所以呢印度总理就跑去跟他见面了结果见完面之后就预告说印度未来要购买大量的石油还有天然气其实跟石破茂很像石破茂见完川普之后不是也要买很多的天然气吗？那另外印度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会修改他们的政策，让美国的核能科技进入印度市场。那印度到底换到什么？说是美国会对他军售包括提供印度 F-35的隐形战斗机。那印度看起来呢，因为过去他对中国大陆对美国其实也都在摇摆，那现在呢他看起来也跟着川普大哥开始要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的对象是中国大陆他开始打算对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15%到25%的临时关税他说因为你中国把一大堆很廉价的产品倒到我印度来所以我要对你加征很多的关税然后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行业。那另外呢，这个法印联手打造，说是法国啦欧洲的这个法国跟印度要联手打造一个4800公里的海陆走廊，来抗衡谁呢？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就是说我们来联手包括怎么看，就是一个印度到中东再到欧洲这样子连成一气的经济走廊，长达4800公里那要变成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廊带那这个莫迪就很有野心，他说接着我们可以延伸到越南延伸到越南以及缅甸就可以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来相抗衡，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新的一带一路的成员国，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合纵连横。而欧洲的部分，因为欧洲对美国来说也是这个逆超这个中国这个欧洲卖很多东西给美国就逆差啦，所以美国可能如果要做关税的平衡的话很多产业都抓了蛋，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欧盟每一年这个是这个卖给美国有19兆的商品就是逆差有19兆，顺差有19兆。那有一类的产品占了很大的一个份额包括这些药品医疗每一年都从欧盟进口到美国，大概有4.16兆大概占了所有的这些商品这个大概快要到1/5像这样子的一个 percentage。所以我们看到法国的经济部部长就说，那未来万一这个他要帮我们加征关税的话，我们会用更大的力度来应对，我们会用同样的武器来回应。那像这些国家欧盟有很多国家组成，有一些国家就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反应太怂了他说这个是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他就说你欧盟的领导阶层对美国太怂，很胆小，很像兔子一样所以你很怯懦怯懦未来就会坐以待毙
他主张要用更强硬的态度来对待美国。加拿大呢，过去是美国的小老弟啊，最近川普不断的羞辱加拿大，包括加拿大的总理，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说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州啊，所以加拿大有反击哦，这是来自于民间的反击。加拿大的国民品牌 Teams 脱美，有可能会未来有一些巨变，有一些大变化。包括加拿大的国民，这是咖啡连锁店哦，大家看一下它的 logo 在这里哦，叫 Tim Hortons。Tim Hortons 就说我现在不要去找美国来当我的供应商，我减少对美国的进口的依赖，未来也会加强在中国的一些影响力哦，所以要跟美国脱钩了。来问问看老师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巨变？川普一直用关税战，他的目的在哪里啊？他第一个，他当然是要平衡这个贸易逆差嘛。那这个贸易逆差，坦白说，对谁的影响很大？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最大嘛，因为中国大陆是3000多亿美元，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老神在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川普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会吓得皮皮创啊，紧张的不得了，又会像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一样啊，然后一定要跟他见面求饶这样。结果墨西哥的总统抖出来说：“我没有主动打电话给他，是他打电话给我的这个大使馆，然后要大使馆转电话跟我说，他要跟我讲电话，我是应约跟他讲电话，我没有求饶啊。”这是墨西哥的动作。那最孬的就是加拿大嘛。可是他当时认为中国大陆也应该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应该要马上反应了。结果呢，他就说24小时内习近平会打电话来，结果没有来。结果他们怎么办呢？那就自己再找下台阶，说几天内会通电话，结果几天内也没有。结果纳瓦罗跟川普就出来说，我们不着急。纽约时报就看透你川普的这种你们这些人，他就讽刺了。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先讽刺了，纽约时报是学我们的，他抄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他就说人家根本就是不在乎你嘛，也不着急，也不大陆早就准备好要跟你打一场贸易战嘛，那就是根本不急得你，而且他们早就看透你，也就是说，你的贸易战其实你的嘴巴动得很大，你的动作姿态摆得很大，其实最害怕你的都是你的盟国，而你的对手国根本没有人在乎你。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务实主义，你们碰到现实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商品根本没有替代品，你根本找不到替代品，所以你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他有办法来修理你。那我就觉得最可笑的地方在哪里？最可笑的是在于，像印度怕得要死的时候，其实台湾赖清德也说，我们有充分的沟通。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其实在后面后面才是最严重的。现在的情况是，你这个贸易逆差该怎么处理？因为川普要的就是第一个，贸易逆差缩小。贸易逆差缩小的方法怎么样？我课税，那我增加我的税收。二方面，那就是你要平衡。然后三方面就是你要不你就把你的产品移到我的国家里面来，也就是我要你的制造业移到我的国家来增强我的这个就业机会。好，那印度做了一个坦白说最难看的事情，印度莫迪要去美国之前就故意的，因为他看到那个川普是打钢铝税的战嘛，第一波是打钢铝税的战，莫迪在去美国之前就是说我对中国大陆课予这个钢税这个25%。那但是问题就是并不是立即生效半年后所以他们要调查半年。那他等于是先喊，然后再看看这样川普你满意了吗？我打给你看，我打中国给你看了，这样你满意了吗？结果呢，两个人记者会的时候谈到关税的时候，川普说印度一样要课税，所以印度的对等关税一样逃不了。我觉得莫迪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为什么？因为接着你怎么去跟中国大陆？你不是想要缓和跟大陆的关系吗？那大陆一旦反制的话，你印度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人搞外交手段搞得，难怪印度国家越搞越糟。是。来，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一连串贸易的行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他其实表达出来的，也就是他不会被美国的这些关税战吓到。那美国其实我们从以前看，就是从川普上任看到现在其实不长，才3个礼拜，可是不断的在加关税，可是他每一次加一加说一说，他是不是又
暂停了呢？他对于加拿大跟墨西哥不就如此吗？这个就是他的谈判手段。所以另外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其实他遭到这个美国，无论是在原来的这个加税10%，然后再叠加了有关于铁铝关税25%，也意思就是铁铝35%的关税之后才能进到美国。怕就怕加了35%的税啊，比你美国生产还是便宜啊。那因为中国大陆产出来的都是白菜价，不是吗？那而且中国大陆很早以前就做了双循环，所谓的双循环，也就是它有国际的循环以及国内的循环，加大国内的采购，而且强化它的新3样，也就是有关于电动车、锂电池，还有关于太阳能电池的这个部分。那当他加大这个力度的时候，他不一定要卖到美国啊，全球又不是只有美国市场，他可以卖到全球南方，不是吗？那但是我们回头讲莫迪就是被吓到的一个。那他到美国说我要大量的买天然气，我要买石油，那个都是很贵的啊，而且从美国运输到印度，那个运费有多少钱呢？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啊，全球也真的只有印度可以这样做啊，也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印度航空展，我们可以看到F-35跟俄罗斯的苏凯57竟然在同一个机场，而且相隔不到5公尺啊，那只有印度办得到。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影响到了地缘政治。为什么？因为印度啊，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俄罗斯采购了5套 S-400。那当初美国就是用 S-400 理由卡住那个土耳其，说你有 S-400，所以我们不卖你那个 F-35。那现在为什么印度可以呢？那现在土耳其不讲话，并不代表未来不讲话哦。那我们刚刚看到说，有关于这一个他们要搞的这个经济走廊，不要忘了，除了陆地还有海啊，没有那么简单的。那印度先把自己的基础建设搞好吧，不要发这么大的宏愿，其实根本做不到。董哥，大家看俄乌战争以来里面最投机的就是印度。印度跟俄国人买多少石油、天然气，趁机捡便宜就是半价就买到了，所以它大量的储存。那美国其实看在眼里，我们跟欧洲这些国家都在抵制，抵制的受伤累累。你看德国的能源涨价涨这么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被拖垮了。德国以前是欧洲最强的，所以大家为了抵制俄国，然后搞到最后自己伤痕累累。结果印度印太联盟他自己跑去跟俄国人示好，去捡便宜，这种国家川普最痛恨了。所以你虽然做了很多动作，这个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因为它2018年被美国突袭的方式开打了中美贸易战，它这一次其实是有准备的。从川普要参选，他就在万一这个人当选，我们有哪一些东西来应用。所以现在是川普急着要找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急着要找川普。川普到处跟媒体讲，我跟他感情很好，我们是好朋友，根本中国大陆连理会都不理会。现在甚至连金正恩都看清川普这种人，你就是要抓我来跟你会面，好像我被你摆平了，我不跟你搞那一套了因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嘛，你照样是抵制我嘛，对不对？中国大陆照样被抵制，北韩照样被抵制，你们嘴巴讲的是一套，所以现在的时代跟川普过去他好像可以纵横捭阖，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中国大陆最近有一部片子叫《哪吒》，大家知道他已经破100亿了，100亿人民币电影的票房。昨天半夜宣布，昨天半夜我们都在期待2件事，一个是川普要宣布他的大动作了，开始要关税要来对等了，要来做很多动作。另外，中国大陆的哪吒，他们公司出来，他打了100个谢谢，就表示我们破100亿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那当然，刚刚看到了他们那个引用了哪吒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它很多东西对于科技的进步，当然最近大家谈了非常多DeepSeek，还有我们看到最近它很多中国的元素，这个元素它变成一股力量啊。我们过去在谈就是黑神话悟空
然后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很中国元素，它可以让他们凝聚非常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如果整个中国大陆它已经有对抗川普可来的或接下来的那一些各种的制裁或者小手段之后，他们其实这个凝聚了，它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它现在很多东西有了不采主动，看你要怎么样。有的主动，就好像我刚讲的，你美国的军舰来，我主动讲，我就告诉你，我不怕你。今天下午又再讲一次，那这个态度就很明显。这一次的中国大陆跟川普第一任的时代，它是不一样，跟拜登时代它也不一样了。它有一些新的面对的方式，因为它的科技，它前一阵子的隐形战机这些东西，它已经不输你了。的确是我们看到川普跟普京昨天通了电话，两个人一讲就是讲了1个半小时。重点是什么呢？要展开俄乌战争的停战协议那条件又是什么？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有特别的透露说有一件事情中国其实有提议美俄峰会来斡旋乌克兰战争不让基辅，也就是不让乌克兰来参与，那西方国家就觉得不同意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爆料。泽伦斯基也特别讲说，不接受在乌克兰缺席的状况之下达成的和平协议。可是乌克兰当然害怕被卖掉，只是泽伦斯基能够回天吗？我们来看看川普某种程度希望泽伦斯基吞下一些条件像欧盟他也说嘛这个。如果说要有弹劾或者是谈判的一个场合，我们也要参与如果欧盟没有参与的话，任何的协议都是失败的，都是肮脏的交易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乌克兰的命运会是什么，大家都很关心，会不会变成弃子被抛弃？川普说俄乌将一同参与停火谈判，我不会抛弃你乌克兰，你也会上谈判桌可是所谓的这个条件内容是什么？现在是大家最想要知道的。我们从美国国防部部长塞赫斯的嘴里可能可以听到一些讯息，包括他讲因为乌克兰其实有讲过他的想望讲过他们的条件是说要恢复2014年前的疆域，也就是说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那些乌东的土地都要还给我们。可是塞赫斯讲说这是不切实际的不可能的代志。乌克兰应该要放弃申请加入北约，也别想夺回俄罗斯所占的领土。哇，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某种程度退到比2014年前更糟糕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呢，乌克兰现在能够打的牌其实很少，它的天然资源是很多啦，所以他就想到用稀土来当做自己的安全盾牌那稀盾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像细盾我们过去不是讲这个台积电是我们的这个细盾吗？可以保护我们台湾吗？现在泽伦斯基也这样想他说如果可以跟华府达成矿产协议，等于乌克兰能够在战后拥有安全的盾牌，就说我这边有好多好多的稀土蕴藏很多，然后价值连城你川普来帮我开发，然后给我安全保障，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如果俄乌战争停止了，那北约跟欧盟会受害吗？我们看到川普他讲出了一句话，他说把普京给赶走是错的啦，因为过去叫做 G8 G8，那把这个俄罗斯给赶走之后，不是变 G7 吗？7大工业国，他说怎么会把普丁给赶走？这是错的而且川普又加码说，为什么会爆发乌俄战争？那是因为我不认为这个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当初就是你拜登公开表示说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他不应该这样讲所以害得乌克兰现在这么惨我们看到乌克兰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要加入北约的希望渺茫那泽伦斯基说我有 B 计划，我们就把乌军的规模扩大1倍。什么意思？既然我加入不了北约，我没有安全保障，那我们就打造更大更强的军队吧我们需要一支跟俄罗斯军队一样庞大的军队，所以我们需要武器还有资金我们向美国要求这些这个是他的 B 计划。那另外呢川普如果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向俄罗斯让步，更大的受害者可能是北约，包括美国前驻北约的大使
达尔德他就讲了，川普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要来结束战争哦，这跟维尔张伯伦一样，他是谁呢？张伯伦是前英国首相，他是2战初期的英国首相，因为在德国元首入侵欧洲的时候衰尽希特勒哦，后来被后世广泛的批评哦，当时其实也是哦，就是想要结束战争哦，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哦，某种程度哦，你不惜代价哦，所以现在呢，这个北约内部哦，或者是这个欧盟内部有很多不同的讨论。亲克里姆林宫的小报《共青团真理报》哦的头条今天是川普签署了泽伦斯基的死刑判决，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说法是泽伦斯基他的时日不远了哦，他还在做困兽之斗哦。那欧洲现在呢就要面临可能乌克兰要这个跟俄罗斯停战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说绝对不容许把山姆大叔变成傻瓜叔叔，山姆大叔 Uncle Sam 不可以变成 Uncle Sucker 哦，这个很多的你来我往。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因为川普不是要买这个各种的格陵兰啊，买这个买那个吗？哦，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地也在讽刺川普，包括丹麦。丹麦说好啊，我可以联署啊，买下你加州啊，把迪士尼啊变成我们的安徒生乐园。你要买我，那我也可以买你啊。哦，现在大家都发挥创意了。来，请教赖老师。美国国防部长这一次到欧盟去而且到北约，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讯号。这个明确讯号就是说，如果你欧盟不愿意听我美国人的意见，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就你欧洲人，你们欧盟自己去处理。我们美国人就会退到第2线，甚至我们美国人就不再参与了。欧洲的事务，欧洲自己去搞定。所以他才会一直强调，就是说，在欧洲的安全这个部分，欧盟要扮演领导力的角色，扮演主导的角色，主要的角色。那言下之意就是，我美国人不是呆子啊！你别想我们美国人出钱出力，然后你还有意见。我如果一旦出钱出力了，那就是以我为主。但是如果我出钱又出力，你还要有意见的话，那对不起，我不是呆子，你自己来决定。我觉得他在排除障碍了。排除什么障碍？排除川普跟普丁会谈的时候，欧盟不可以参与这个障碍。那如果欧盟坚持的反对，那可以，那我美国人就不管了，由你欧盟自己来管了，因为这个态度已经讲得很明白。那我们现在看到欧盟真的是气急败坏了，因为川普他已经明确的说他跟普丁已经谈好了，现在已经开始接着要进行的是幕僚作业了，那也就是部长级的一个会谈，双边部长级的会谈，从外交部长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安全部长他们彼此之间开始要进行会谈了。那么进行会谈，瞧出一套他们能够双方领导人都大概能够接受的一个态势之后，他们接着就开始亲自会面了。亲自会面选择的地点是在沙特阿拉伯。会面完了以后谈好了，那接着那就是他们的和平计划就开始推动。欧洲不能参与，乌克兰不能参与。那也就是说，你欧洲跟乌克兰的泽连斯基，你如果来参与我跟普丁之间的谈判，杂音太多，变数就太多。你泽连斯基一定讲你的话，你欧洲一定讲你的话，那我美国算什么？所以这是《华尔街日报》爆料的内容。对，就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已经很明白了。那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永久不能够加入北约了，它就是要维持永久的中立，可以亲西方，但是永远要中立。第二个，俄国拥有的领土就归俄国所有了，那你乌克兰的稀土要给我美国，而且要俄国买单的地方是，一旦我美国拥有的稀土，你要确保它不会发生战争。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对美国人来讲，就是他要的，他什么东西都要到，然后买单的就是你乌克兰、欧洲，你们要买单，很惨呐。我们进一下广告，很惨也会。好，俄乌战争可能要落幕了，可是有条件，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普丁很高兴，川普当选，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嘛。那这个机会是怎么样？他4天前他把一个美国人在那里犯罪，他把他
还给美国。这个人被判15年，因为持有大麻嘛。那这个就是一个善意让很多美国人很高兴，说：“普丁不是铁板一块啊。”那其实他知道，川普也早早想结束这场战争，而且川普非常讨厌泽伦斯基因为你每天来跟我携手无度，那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负担。记住川普他就是一个商人如果做的对我没好处，我是不做的就这么简单。那乌克兰今天拿我美国那么多的钱最多，然后又拿了欧洲那么多的钱，结果打了仗也打得不怎么样。川普急着想想把它结束掉。这个结束是他从选举之前的承诺到现在，过去讲说我只要当选第一天就会结束那后来就把时间拖长了。可是对他来讲，他心里还是有一个赶快解决掉的一个焦虑，因为这个比较不像加萨走廊那么容易解决。加萨走廊是他的小弟以色列是等于说摧枯拉朽那这里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说，川普他现在想早早的结束这2个战场，是要用其他的余力来对付中国大陆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对川普来讲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当年如果是我连任，根本不会有俄乌战争就是表示说普丁不敢打，也不会打，那我也不会同意泽伦斯基这样去乱搞。川普还讲了什么话？就是昨天讲了，泽伦斯基已经快下台了啦。他也没有什么民调啦他民调基础很低的啦。为什么讲泽伦斯基要下台是谁先讲？是普丁先讲。普丁上个礼拜就讲我们不跟他谈，他的任期去年5月就到期了，他现在借着战争自己一直延任那他没有民意基础。我普丁去年是重新又选上了，我有民意基础啊。所以光这个话，美国马上就接收了，就说就是你泽伦斯基的民意基础，你的代表性是不足的。那这个态度可以看到了，就是川普的态度。是我们赶快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舰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最悲惨的，其实就是乌克兰的人民泽伦斯基当初在2022年讲什么？他讲说要加入北约，他讲说要收回克里米亚。现在到2025年了，这2个都成空。他上个礼拜讲什么？他上个礼拜讲说要交换领土，我们就来看怎么交换领土。不过呢，现在乌克兰的确他们是有认真的打一下。也就是我们看到他在这2个这个是库斯克地区那他很认真的打，所以打出了一个前哨。可是呢，有用吗？没用啊！为什么？因为小到根本就没有人注意，